不要想从我嘴巴听到批评这3个人的话。今天党主席不就是要团结国民党吗？结果你为了当党主席，你开始炮口对内的话，请问你怎么说服我说你是会团结国民党的党主席呢？有自信的党主席参选人，你就会看到别人的优点。目前我在党内的信心叫做坐一望一，明天可能就直接宣布当选党主席了。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国民党主席选举被人家认为是蒋刚。任何的 party 基本上是封闭型，所以他的党员是看名册，他是很分散。大家了解，炒作声量是一个风向区，可是怎么样精准打到点上是另外一回事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今天登记已经封关，明天马上就要党主席大辩论。先问一下有没有信心？目前我在党内的信心叫做坐一望一，明天可能就直接宣布当选党主席了。现在被认为是4强争锋，中天做的封面4强争锋，在明天的下午2点到5点，罗志强、郑丽文、郝龙斌、张亚中。强哥，现在这个态势看起来，张亚中老师对于其他候选人，尤其是郝龙斌他们相当有意见。作为第3方，你怎么看？我是有提出一个党主席选举的准则，就是不炮口对内，所以我对每一个人我只有赞美肯定，没有任何的批评。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佼佼者，大家觉得罗志祥好就投我嘛，觉得我不好就不要投。第二个，我也跟各位讲，就是说国民党跟其他政党文化太相同，国民党有一个非常优良的传统，叫做玻璃心文化。别人党内在互争的时候，遇到大选会团结，国民党是从来不会的。你如果在党内的选举里面对对方的玻璃心做敲击的话，他那个玻璃心一碎，他可以10年不痊愈。今天党主席不就是要团结国民党打赢2028吗？结果你为了当党主席，你开始频频的炮口对内，是对自己人招呼的话，请问你怎么说服我说你2028你是会一个团结国民党的一个党主席呢？更重要的是，假设我今天批评郑丽文、郝龙斌或张亚中这3位，我当党主席都需要帮助啊。丽文战斗力大家是有目共睹，郝龙斌在党内有声望，他事实上也非常有分量啊。张亚中的论述，我相信大家也都是很欣赏。这种情况之下，我只能做和事佬啦。大家就相人为党，有些意见分歧，大家稍微吞忍一下，打我没关系。因为我的心不是玻璃，我心是钢铁心啊，所以不怕被打。我觉得罗志祥有一点真的屌，果然人称小强。刚还来的时候，一副要死掉一样，腰尾开始吃饭的时候慢慢回血，结果议题一打开，来也不活。所以我讲，还是要相信党员的智慧。你这场选战，就把你的人格特质、战功、政见拿出来，有自信心的党主席参选人，他会愿意去赞美他的同志，你就会看到别人的优点。不要想从我嘴巴听到批评这3个人的话。我已经跟大家宣布，我不做负面攻击，不口出恶言。丽文姐有很多子团体，大咖人物比较少。张亚中主要是他孙文学校的粉丝，郝龙斌主要资深的委员，我们觉得地方派系。那你的背后都是这些立委，而且不少立委是新科立委。大家也知道，国民党不是派系文化，国民党是山头文化，它是个人关系。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太复杂，应该是说他后面站台都是熬过大罢免。第一个跟他补充一下，我的群众因为在后面，在外面，所以也有很多的乡亲来支持我。我参选这次党主席，我就是被后面的一些同志劝进来。我不是代表我一个人出来选，我代表的是国民党新生代、中生代的战力。那另外一点就是说，我不找不分区，不是因为我跟不分区的交情不够。区域立委的自主性是比较高的，比较不会为难，他能够自己决定。罗志强，我支持你、欣赏你，我就站出来挺你。不分区是党提名的，可能考量的点会比较多。我这一次是刻意没有找不分区，就是因为我觉得说，不分区可能考量是比较多。我们的立法院兄弟，即便说今天是到郝市长那边去，反正我们大家都是和谐竞争，所以他们会帮郝市长，他们也会帮我。有几位都已经有答应帮我办地方的座谈，甚至有些是会出席我地方宣讲。几个点，第一个就提到说个人的效果，你跟郑丽文被认为说形象比较雷同，如何区隔争取？我觉得这个盘局里面，以展现自信心，我刚刚讲坐一望一，我是有胜选的把握跟自信。但是如果说你今天从盘局来看，也确实是3分天下了，未来的状况你很难讲。到目前为止，至少我跟郝市长、跟立委以及张亚中老师，我们在经营的路线策略上是有点不相同。第一个，我大概是唯一一个一直在办基层党员座谈会的，我在自主党员
员这一块我是比较强。立文他花比较多心思在经营所谓的军系，他经营的路线跟我也还是有点分别。那我经营的方式就是我分众化、小型的方式去跟我们军中袍泽的弟兄们去争取他们认同跟支持。立文他也在琢磨这一块。郝市长终究他跟军系的交情深，所以在军系这一块是我们三边同时在争取，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尽量去争取来增加接触。坦白讲，真的是蛮累的。第一个你要拜访，认同你的，他可能会有一些选择。第一个是可能选择支持你100%，让你就大成功。有些是他已经倾向别人，但是你去告诉他之后，他说好没关系，那我两边都支持。好，那也就是你的一个，所以把敲门砖打开。也有的是说我还是跟别人比较好，也不是说完全没收获啦，至少是一个善意跟诚意的表达。苦功夫当然就是基层党员做的。我也不是选这次党主席才全台湾走透透，我骑脚踏车台湾走1圈，骑摩托车走了1圈，走路1200公里走了1圈半，我夜宿街头49天，光全台湾辅选跟民进党决战捍卫公投，我已经走了5圈以上了。这很脚踏实地耶。耕耘这一次的党主席选举里面，我觉得基层党员跟制度党员这一块，确实是我比其他候选人可能要着力更深的一块。做党员拉票制式本来就跟一般拉票绝对不一样。任何的 party 基本上是封闭型，所以他的党员是看名册，他是很分散的，他不是说像我们一般拉票。所以大家了解到说，炒作声量当然是一个风向球，可是怎么样精准打到点上，这个东西是另外一回事。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国民党主席选举被大家认为是酱缸。另外就是国民党的酱缸不可能一次打破，闷在里面熬了很久，论资排辈就是酱缸。所以大家才会觉得说，那朱立伦既然是最后一个国民党大佬，这个我不是我讲，很多学者讲，朱立伦是所有大佬里面排辈最年轻的，但以下就被认为是国民党中生代，就是强哥、立文姐这个时代。跟朱立伦同辈的郝龙斌市长，为什么被认为是大佬？就是因为他当过台北市长，在国民党里面当过副主席，然后赵少康是媒体大佬等等的这样的一个系统。所以打破酱缸这件事情，变成这一次选举当中很重要的一环。所以不管是早上我访立文姐，她说希望有个公平选举，强哥今天受访也讲到这个酱缸文化是大家最诟病国民党，你怎么看？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稍微高估派系也好，或者地方的所谓组织的选票的巩固度，当然很重要，你不能否定它的重要性。另外一点就是说，我举个历史事件，马总统那时候选党主席的时候，那我在那边听到的一个状况就是说，70%以上都是对手动员进去，开出来8比2啊。比方说，今天历史哥你是头人，你动员曾宇，然后进来说，罗志强我好兄弟，曾宇进去投罗志强，可曾宇进去就说，我就不喜欢罗志强啊。他投票那一刻是谁决定的？他决定的啊。你可以抠他出来投票，但他进去投票的那一刹那，他还是有自主性，最终还是回到自己的主权。这是要转换率的问题。像马总统那个时候状况，地方的头人的转换率就很差，因为进去的人自主性就很高。但是如果说今天到了不同的排列组合，它就有不同的转换率。如果是觉得其实都差不多，你会顺着头人。为什么我是努力在经营自主党员？我相信我一路走来始终如一。那我觉得我过去为国民党在前线冲锋陷阵，我相信大家看我不是1天2天。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，我只要让大家就是没有派系依附的5成的自主党员，他能够支持我，那就是我的优势。那另外就是说，即便是有组织系统的，我只要能够进场接触，他再重新感觉到跟我亲近之后，会加深他在进场投票的自主意愿。那这就是我的胜利秘籍。第一个用对人很重要，选对人也很重要。我想我自己不敢讲说多么了不起，但是在社群时代工具的使用上，我应该还算是国民党里面走在很前面的人。第二个是用对人，但我就要重用巧心啊，对，强心合作联手，我认为是可以吸引到很多年轻人。你自己在国民党内你是有什么样的表率，就会吸引到什么样的年轻人，他会来支持你。那如果当党主席，当然这个是我重中之重的琢磨。国民党讲的非常非常现在出来这10年，你们是中国人吗？我就算我今天没有去上海，我就请问中国国民党敢说自己是中国人吗？啥都不敢说啦，我敢保证啦，为他选票，台湾现在还是这样，还是他妈的一大堆，谁不反共？我们中国国民党最反共了，我不是中国人，我们也是台湾人。那你前几年选举不都喊这个吗？那你怎么会把中国人这3个字踩在地下呢？我不是中国人，我反共，我反中，我也反中，我们大家都反中，请把票投给我们。现在知道要捍卫了。现在醒了，因为馆长把这个缝敲开了。我就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啊，但是我都知道我就是中华民国3段论。我不是今天选党主席才讲啊，为什么大家不敢讲中国人？就是怕选票会掉。很抱歉啊，我出公车广告，我是台湾，我是中国，中国是中华民国。我台北市议员是拿20年来最高票，所以我觉得馆长说的很对，国民党对自己要自信心一点，你要捍卫自己核心价值理念，捍卫自己国家认同跟身份认同。馆长第二题是说，他听到个谣言，国民党没有要让，只有让新竹，就让谣言变成谣言啊。
啊，民众党是人才济济。我在立法院的好伙伴们，哪一个不能选县市首长啊？当他们有意愿来角逐这个县市长的时候，当然我不能说啊，我当党主席，县市长就是你们的。馆长也讲嘛，你总是要有一个公平公正的机制来去进行嘛。所以馆长这个提醒很好，那就让谣言变成谣言。